大家好，我是 ITOP 的 Edmond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磨豆机系列。那等一下由我们的工程师来去讲解它们的区别，然后怎么选型。这款是直流5刷的电机，然后配我们调速，它的功率有300瓦，然后它能简易磨浅烘焙的 SOE 的高山豆，并且我们的转速能从600到1500，它能任何时间随意可以调转速，在你开机之前或者在你工作当中都可以调转速，然后不会卡顿，包括硬的豆子也不会卡顿。然后这个是我们64的定速的电机，它的功率也有250瓦，然后我们所有的都做过硬豆的测试，能保证它不会卡豆，不会卡顿，并且磨豆很顺畅，声音比较轻。这款电机是用我们小一个尺寸的刀盘58的，它的扭力我们做到也有250瓦。然后刀盘的话，选择的话是平刀，是2种镀层，那都是比较适合于专用意式，并且我们的刀盘都是根据我们的机器去调试、去匹配过的，然后它是比较协调，对我们的跟我们的机器比较匹配的。然后2种镀层的选择，一种是 DLC， 一种是镀钛工艺。这是58的频道，然后调速和定速的64的刀盘都是用的60的刀盘，也是有2种颜色的选择。然后所有的刀盘都是针对我们的机器专门去匹配过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纹路。对，然后是针对于 SOE 然后意式做的调配。这个是无机研磨的64调速，转速从600到1500，然后大家可以听它基本上听不到它的声音。然后第一个它的扭力大，第二个它声音比较小，这是无刷电机的优点。然后我们这款的设计的话有几个，一个是无机调节，然后任何一小点点细微的刻度我们都可以停顿，就是全域无机调节，可以让大家品味更多的风味，这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我们的通道的话是做的磁吸，然后大家清理起来的话就会特别方便，特别容易，特别方便，特别容易。然后我们加了外置等离子，对除静电有很大的作用。然后包括我们的杯子都是纯金属，整机全部用全金属件，包括我们的刻度环用的是锌合金。然后我们的产品的优点是用高山豆硬的豆子，然后它不会有任何卡顿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浅烘焙的高山豆。然后我们再做研磨测试。那我们不需要先启动机器然后再放豆，那我们先放豆然后启动机器，不会有任何卡顿。然后它的出粉也是很流畅的，然后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调节转速，它也不会卡顿，不会有任何的卡顿。从1500调到900，不会有任何的卡顿，并且出粉很流畅。然后有硅胶，是尾端的产粉，给它拍出来，轻轻的拍出来，轻轻的按压就行。然后这款是定速版的64，就没有调速的功能，当然它的电机有区别，也做了
防静电的处理，然后也是全域无机调节。我们做一个产粉的测试，现在归零，然后用浅烘焙的豆子，因为我们这款机器定位 SOE， 所以用浅烘焙的用户也比较多。18.1，出粉比较均匀。然后磨完以后，轻轻的拍一下，然后产粉现在还是18.1。这款是58平刀的，然后我们有内置的等离子，然后除静电。这款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款产品，除静电没有，基本上能适应99%的豆，然后能去掉99%的静电。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产粉率和除静电的情况。当然我们有对零的那个设置，然后当你对完零以后，然后固定。所以任何情况下，如果刻度有变化或者你换豆的话，需要调整的话，它都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。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测试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 SOE 的豆子，相当于浅烘焙的豆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浅烘焙的豆子。第一个是我们来验证一下它的扭矩，然后第二个验证它的出粉状态和产粉率。18.1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它的出粉状态，然后静电有没有？它没有任何静电，出粉状态，并且出粉是很蓬松的，它的粉。那轻轻的拍，基本上没有粉残留。18克。对，然后它的出粉的状态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很蓬松的，没有任何结块，哎。一般我们出厂的话，做意式的话是刻度在15左右，然后我们把打刀位固定在10，但是实际上的话，我们是碰刀，就是碰刀，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，为什么我们固定0位在这个地方，有打刀的声音，然后大概我们出厂的话固定在15左右做意式，当然根据豆跟环境的话需要微调。然后我们对零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对零的设计，那我们需要轻轻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刻度已经变化的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对零，然后我们先碰到打刀的位置，这个是0，然后我们向顺时针回移一点，保护我们的刀盘，我们把这个位置就固定在0位，定位0位。然后我们大家一般做意式的话，大概是
15左右，15左右的话，我们其实一个手就可以轻轻的调，然后这样大概到15，也是无机调节的，到15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每天的话，基本上不需要去拆卸这个刻度盘，只需要微调就可以，用一只手就可以操作。那对女性朋友特别友好。那我们测一下意式刀的表现情况，也是用我们浅红的豆子啊。然后静电的情况下，基本上看的这个杯子还很透明，那意味着没有任何静电。然后出粉也很流畅，出粉的状态也很好，然后粉的形状出粉也很蓬松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缠粉的情况。大家看一下缠粉的情况，一颗都没少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测试，用浅烘焙的豆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浅烘焙的豆子能看得见。我们做极限测试，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下扭力的极限测试，用浅烘焙的豆。然后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打刀位，听到声音，这个是碰刀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做极限测试，在1、2这样的位置，因为平衡度的关系，然后刀盘的间隙比较小，它一般是不会出粉的。然后它不会有任何卡顿的情况，它只是不出粉，然后不会有卡顿的情况，那说明这台磨豆机的扭力是超越这个刀盘的力度。然后我们一直磨到1分钟，它也不会卡顿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调的话，比如说当你不小心磨了很细的粉，它出不来的情况下，那说明它的研磨度已经很细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它不会损害我们的电机。这是1分钟到了，然后时间到了，我们继续磨，它也不会有卡顿的情况。然后我们如果磨了细粉以后，它也没有毒粉，然后我们怎么样把里面的粉排出来？我们可以把它的刻度调出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细粉在，它需要等一下。然后现在你看，轻轻的拍一下，把里面的细粉拍出来，那现在就正常可以再出了。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毒粉的情况。那刚刚给大家做了极限测试，那现在在调细，它也可以出。1分钟我们有一个自动关停的功能，是为了安全起见。有的时候大家做咖啡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一个电话可能会走开，忘记了关磨豆机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自动关停的功能。然后如果你要继续研磨的话，继续打开。好的，现在是我们2款研发的方向吧。现在我们已经要去开模了。这样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经济型的，当然它的尺寸比较小，然后它的刀盘的直径是50的平刀。但是我们刀盘小，但是我们的用料绝对是很棒的，包括我们机壳还是全金属的机壳，然后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等离子，然后磁吸的快揣
嘴，然后快拆的功能，这样清理刀盘的话会比较方便。那是这样的，这样就锁住了，这样比较方便。然后也设置了一个气吹的这样一个功能，当然它也是适合我们58的手柄的，这样也是无缝衔接的。我们58的手柄还是方向还是意式为主，然后定位是家用。当然的话，我们因为这里有一个快拆的功能，实际上对我们户外的也比较方便，然后直接可以拎着这个提走。然后这样一款的话，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轻商用和家用的机型，然后带了斗仓，然后做了磁吸的平显功能，然后有清除功能，这样顶触功能。我们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靠时间控制，然后一个是靠重量控制。现在这2款机型我们大家都是在那个策划的阶段，然后这个是3D 打印的样机，这个是金属打印的样机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匹配它的功能性啊和它的整体的协调性啊，然后它设计是否合理，然后这2款机型很快会和大家见面，然后到时候演示给大家看。